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。水煮大虾时，不要再将大虾直接下锅煮了，总会有人做错，难怪虾肉又老又柴，孩子也不愿意吃。之前吃虾呢，总喜欢红烧，现在日子好了，口味也越来越刁，总想吃出点什么原汁原味来。于是水煮虾开始火遍全国各地。追求口味口感呢是一方面，自己懒也是一方面。水煮虾做起来简单又方便，但就是越简单的事越不容易做好。水煮虾怎么做，虾肉才足够的嫩和弹牙，还带有丝丝甜味呢。很多人直接下锅煮就错了，其实这里有很多细节值得注意，一起跟着往下看看吧。首先我们来处理大虾，不得不说的就是虾枪的位置一定要剪掉，因为太尖太危险了，清洗时我都怕它会扎到手，孩子总是毛手毛脚的，一不小心还容易扎到嘴巴，所以清理时一定要记得去掉。接下来就是虾枪的正下方，在大虾头部靠近虾黄的部分，有一点稍微深色的部位，我们挑出来不要。这部分呢就是大虾的虾味了，而这部分没有去掉的话，不管我们做哪种大虾的做法，都容易带一点腥味，并且还容易出现发苦的问题，所以也不要忘记。跟着去掉大虾头部的三角区，这部分是大虾前端的嘴部，而直接吃下去的话很容易扎嘴，就算用油煎一下大虾，这部分也不会太软乎。虾须虾足一并去掉，这些部位都不容易清洗干净，容易带有泥沙。最后去掉虾线，掰开虾头和虾壳的第二关节处，用牙签轻轻一挑，食指和拇指轻轻一捏，就可以扯出虾线了。虽然虾线在大虾表面基本上是看不到，但吃着会有腥味，所以将虾线提前去掉，能很大程度的减少大虾的腥味。按照这样的处理方式，既能很快速的把虾处理干净，又能完整的保持虾的形状，10分钟不到就可以处理好一大盆了。现在我们来将大虾清洗一下，加入少许的食用盐，把大虾浸泡清洗。时间充裕的情况下，能浸泡5分钟左右就最好了，因为虾壳里边总是容易藏匿各种细菌污垢，用食盐水清洗可以将它清洗得更加的干净。而且用盐水清洗过的大虾吃起来呢会更加的脆嫩。在处理大虾时，很多朋友觉得很麻烦，会直接去除虾头，不要这样做，否则烹饪后极易影响口感和卖相，更加不需要提前加各种调味料腌制，避免它鲜味流失。要怎么做呢？清洗干净以后放入大碗中，我们往里边加入少许的食用油即可，搅拌均匀，使每一只大虾都均匀地裹上食用油，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在烹饪的过程中虾的鲜味营养流失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少许的小葱和生姜，将小葱切成2-3厘米左右的小段。葱和姜的用量相对于其他菜品，我会比平常的要加大，去腥增香一定要到位，这样大虾吃起来才鲜。生姜切成薄片，因为虾的寒气比较重，所以生姜呢也可以适量的多来一点。转入盘中，起锅不用烧油，把生姜片均匀地摆满锅底，跟着撒上一把小葱段，均匀地铺满锅底。现在可以把大虾放进来了，然后我们再把剩下的葱姜铺在大虾的上边，跟着往大虾里边呢加入半罐啤酒，
啤酒有很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，这里不要加水哦，也不需要加高度白酒。高度白酒度数太高，容易把大虾焖老了，而啤酒就不同了，能有效去除腥味的同时，还有淡淡的麦香味哦，使得虾肉的口感更好了。盖上盖子，中大火焖煮。虾与啤酒同时升温，虾肉不会瞬间收紧，这样虾肉就更 Q 弹啦。这个时间来调个料汁，几个小米椒切圈，几瓣大蒜切成蒜末，切好装入小碗中。再来一把小香葱切成花，装入盘中，再加入一勺芝麻增加香味，然后加入热油，哇，好香！趁油热搅拌搅拌，使其受热均匀，然后开始调味，往里边加入一勺生抽，一勺香醋解腻，再加入一勺食盐，半勺蚝油提鲜，搅拌均匀，料汁就调好了。虽然这样调出来的料汁很好吃，更解腻，但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的喜好来。这边来看看大虾，可以了，哇，特别香，不用担心会有酒味哦。在刚刚烧开的过程中，酒精早就已经挥发了，所以仅剩余香了。大虾焖煮的时间不用太长，煮到有白色细小泡沫出来，就可以关火捞出了。这个时候的虾的熟度是最嫩的时候，如果继续煮，煮到泡沫很多，水泛黄泛红，虾就老了，所以现在刚刚好。简单3步，美味的啤酒虾就做好了。雪白的虾肉，淡淡发甜的口感，感觉不蘸任何调料呢都很好吃。以后煮虾呢不要再用水煮了，像我这样做，既简单又营养美味。这样做的虾肉鲜嫩爽滑，不腥也不柴，蘸上少许的料汁，越嚼越香，越吃越上瘾，怎么吃都不腻。而现在正是大量鲜活大虾上市的时候，不仅肉质鲜嫩肥美，最关键的是价格也是相对的最美丽的时候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试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